我们两个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虽然他比我大10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并不务实，他越来越做不到他承诺的那些。他的要求总是很高，很过分。我毕竟比他大10岁，很多事情由于身体的原因是做不到的。他总是以年龄来说事情，让我觉得他特别倚老卖老，对工作和生活一丁点追求都没有。我现在经历过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说把很多事情都干得非常平淡，所以说我追求的是平淡的生活。我觉得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去抱怨他周围的工作、同事和家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觉得离我想要的生活太远了。我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他而想，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是这样。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女嘉宾杨女士30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好，谈了多长时间的恋爱啊？到现在大概7个多月吧，7、8个月。7、8个月呀？对。啊，那你这想生娃什么都确实想得早了点啊，先安慰你。因为之前我们都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也不是因为年龄到了非得要到什么年龄非得做什么事，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两位在上一段婚姻当中都没孩子啊？兼职的时候，他刚开始特别不理解，他就说兼职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的异性，特别小心眼儿。你是小心眼儿吗？不完全是。哦。特别小心眼儿。就是上周4的时候，我从做完兼职回来的时候，我在外面走了4个小时啊，从5点到9点，我们不让拿手机，然后他跟我可能处于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兼职的4个人，2男2女。都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们都当时已经很鸡飞狗跳了。
不是你们兼职干嘛呀？兼职就是做什么保密工作吗？还不让拿手机？就是推广的活动，推广活动。就是一个啤酒的推广活动，我穿了一个足球宝贝的衣服，然后是分体的。当天降温了，特别冷，我在外面走了4个小时。为啥要走4个小时？你有推广啊，就是每一家店都要去跟客人说我们这个酒的活动。他就是因为找不到我，他可能很担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下的楼来等着我，然后等到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9点多。当时已经是9点半了，在我们的地方9点半已经就是黑天了。黑天之后呢，我找不到他活动地点，我就下楼等他啊，因为天很黑嘛。完了，结果他开车从远处过来了，我看车里面坐2个人，一开始我以为是女孩呗，因为出活动的嘛。结果下车俩男的，那当时我看我肯定懵啊，我肯定得问他这俩男的是谁，是干什么的？他当时没有这么温柔，在大街上就像骂街一样啊！这俩男人谁啊？就是那种特别凶，特凶暴，而且也不止一次了。当天我冻了4个点吧，在外面算是，然后回家我就发烧了，边发烧他边质问、咆哮，就问我那俩男的是谁。总而言之就是说，主要是他你男朋友对你也还比较上心，对吧？可是一个往好里说是比较上心，还吃醋；往坏里面说就是有点不太信任你呗，就这么点事儿吗？是相当不信任，因为在此之前有过2件事情啊，发生过挺激烈的争执。我们在和他的2对哥们儿吃饭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攀谈，就是说了一会儿，当时他就不乐意了，因为当时都是我的朋友的哥们儿在一起。你就是全然不顾身边有人，你就在那儿跟一个男的在聊天，聊着语音微信。我想这一点你是不尊重我就罢了，而且我的同事都在那里，你让他们怎么想我，对不对？有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你只是一味的在聊天，我不知道你聊天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什么你们互相不满的？等到第2次再因为这个异性的事动手了。啊？那次动手踹到我肚子上，我疼了3天。肚子疼了3天，因为当时吧，就是反正也是他同事在一起吃饭，之间他是在一次学习中认识了一个男孩吧，因为他出活动嘛，要给男孩介绍一些业务往来。完当时吃饭点赶得也巧，那个男孩就给他发这个微信这个语音视频，他就接了，他说了足足有15分钟，也是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的啊，就他给他接这个微信语音视频接了15分钟，我当时就是不愿意了，骂了他，但是。当时我没先动手，是他先动手打我。你好好说，你怎么骂的？你是不是夹枪带霸，还有直接说父母了？他那头家里面朋友啊，什么闺蜜什么的，一点反应没有。我感觉，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矛盾吗？你觉得我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可能看我抛头露面吗？可能在你那些朋友面前、闺蜜面前，我本来我也不喜欢我已这些经说的，可能是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他们也不想见我了。我问问啊，您为什么离的婚呢？第一段那个对这个问题，主持人我还想说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每次我问他为什么离婚的时候，他不给个明确的话，就是仔细的过程他都不说，我就觉得他有刻意隐瞒的内容。好，您为什么？前妻比我大4岁啊，我不到5岁吗？这4岁5岁差几个月呗。行，你要听我往下传行不行？啊，行，您接着说。
他比我大4岁啊，因为我之前有3个姐，他也说过了啊。我因为就是我前妻能照顾一些吧，但是我也不是需要非得人照顾人。但是我发现结婚之后吧，我前妻就是跟我想象中的那种不一样。无论从这个生活方面呢，还有这个沟通方面呢，就平时单位有些什么事情啊，回来跟他不得有正常沟通嘛，出个主意什么的，他也不能给我正确的一种分析、一种判断。加之吧。我俩因为一些琐事吵架天儿，完了我前妻就是拿那个电视遥控器，就是撇过来了。完了自从那一次之后吧，我俩的感情就是破裂了。完之后就是离婚了。行，你前妻跟他身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吧？暴力方面我感觉有点行，听起来2个人其实都有互相的一个共同的指责对方的一个点，你不为我想，你不为我想，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最好的照顾。所以其实走了7、8个月下来，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个人，因此现在就出问题了。到底是情感观念有问题呢，还是我们之间有问题，还是没碰对了人，还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二位好啊！一上来的时候那个。说你们俩溜了再。
然后不管是说5岁也好，4岁半也好，还是赵川老师说的任何一个，你都要去纠正一下、补充一下、完整一下。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场子里边，你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唯一的正确。但是你真的正确吗？他在那儿，这个朋友要说，哎，我见见你的新女朋友啊、未婚妻啊，大家都很给他面子。然后这个时候，您在那儿一吃饭就有语音，一吃饭就有语音。然后你不管谈什么事情，其实和他刚才说的，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好像我的女朋友不拿我们这当回事儿。就这个核心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个诉求，你当时正在处理的那个事情是最正确的、最紧迫的。然后这位先生，我也想说，他30岁，你40岁，你认为他对你不是特别的认可，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对你可能不太接受，然后以及你认为他身边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年轻的异性都造成你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都有可能是带来威胁。你怎么就活得这么没有种呢？你怎么就活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让自己在你们2个人的关系当中就活的位置这么的低呢？当你们2个人的关系位置，你把自己摆得如此之低的时候，你只能通过2件事情来完成你们关系的一个安全。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也把他拽得跟你一样的低。如果他不服，你就开始用暴力要去制服他。所以让我感觉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没有这把子力气能够 hold 住比你小10岁又漂亮、生活又积极，然后又丰富又精彩、社交能力虽说自说不强，但其实很强的这样一个女孩，你如果没有能力去 hold 住她的话，您自个儿掂量掂量，不是所有的美好的我们都有资格，或者是有能力去销售得起的，不是的。谢谢2位。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你们俩一个神神叨叨，还有一个就是恼羞成怒。如果你们俩并不享受这段感情，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从对方身上所照出来的都是自己的缺点，那为什么要一起痛苦？好的情感是通过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从而自信起来，有希望地奔向将来的生活。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并不享受。你是太脆弱，太敏感，太患得患失，随之就神神叨叨。年纪并不大，才30，穿着得很青春，脑子里全是腐朽。你以为一个很壮、很壮的一个男人就能够给你安全感，你就想为他生2个娃？我的天哪，你这什么想法呀？一个男人最重要的给你的安全感是让你自信、快乐。他既不能给你带来自信和快乐，还往你肚子上踹一脚，你还想给他生2个娃？你脑子在想什么呢？怎么这么幼稚和天真呢？你好歹也是一个过来人了，你怎么对婚姻还如啥对联来着？你那6个字是？
放轻松，想得开。别着急，别勉强。横批算了吧，哎，咱就凑字儿是吧？其实，因为第一时间短，时间很短，7、8个月是吧？不那么痛心。第二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你们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也明白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们就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嘛。你要的是一个老大哥，恰恰找了个小弟弟；他要找一个大姐姐，恰恰你是个小妹妹。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没法过。好了，咱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无论怎样，即使咱俩相处7个月也好，但是我相信咱俩之间的感情都是真的，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骗你，希望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咱俩之间这段感情。今天我也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其实刚才脑子里闪回的全是为对方做饭啊，那些细节啊，就是生活里那种快乐的点滴。但可能我觉得要真正的为2个人、为自己负责、为对方负责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感情了。我很感激这次来到这里，让我和你都成长了。就这样吧。好，请亮灯吧啊！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好，来有请。啊，你有话跟他说吗？我希望啊，他尽快能成熟起来，不要是总一味的去要求啊，尽快的能成熟起来，跟您有什么关系吗？啊，所以不要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吧。这句话送给你啊，希望仙儿尽快的成熟起来，早日找到你喜欢的小妹妹，好吗？谢谢您。